你竟然又给我吃馊饭！我辛辛苦苦把你们兄弟俩拉扯大，你就是这么孝顺我的？我长这么大是因为我命大，你要不想吃，可以出国找你的亲儿子去，看他还认不认你这个亲娘。你怎么能这么说你亲弟弟？当初是你把爸爸的遗产全用来给你亲儿子读书，让我这个继子辍学去打工，而他现在成为精英以后，连给你个电话都不打。要不是我可怜你，给你口饭吃，你早饿死在街头了。真是作孽啊！我林永春守了一辈子寡，辛辛苦苦养大的2个儿子，没想到到后来却落得这么一个结局。惨，真是太惨了！这李永春年轻的时候偏心亲生儿子，冷落继子，他也算是恶有恶报。我要是这李永春啊，我一定提前和男主搞好关系，省得老了不得善终。永春，你醒了，先把水喝了吧。咏春，1980年，我这是穿越进了短剧的世界里，还穿越成了未来大男主的恶毒后妈。咏春，我知道让你嫁给我委屈你了，如果你想回城里的话，这钱给你，你拿了随时可以走。这钱给你，你拿了随时可以走。我不走。这个叶秋生人长得帅，身材也不错，这年代人生地不熟的，不如老实留在这里。这钱你拿着，彩礼钱也不用退了。回到城里，总比跟着我委屈一辈子强。爸，咱应该就剩这些钱了。我不走，这钱我也不要。今后我们好好过日子，我再也不寻死觅活的。你真的不走啊？对。好，那你先休息，我去给你炖碗鸡蛋羹补一补啊。原剧中的李永春自持是从城里爱嫁过来的，所以一直对叶秋生这个丈夫不冷不热。后来叶秋生因一场车祸意外去世，李永春也守了一辈子活寡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趁一切还没有发生改变原剧情。娘，你的头还疼不疼？这个应该就是林永春和杰夫生的儿子张志吧？这小子后来学有所成，却把自己的亲娘弃之不顾。趁他还小，必须好好教育他。你这个满肚子坏水的恶婆娘，成天就知道寻死博我爹同情，我家的名声都被你搞臭了。这个应该就是这部剧未来的大男主叶子豪吧？这一次我一定要和他搞好关系，省得晚景凄凉。子豪，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好，今后咱俩好好处，爷爷给你买糖吃，好不好？哎呦，爸，我妈能打我！爸，我妈能打我！好你个小兔崽子，学会了正装陷害那一套是吧？我这才刚能下炕的人，哪来的力气打你？好，又不过来了，
说话点。鸡蛋羹，这碗鸡蛋羹给你，咱俩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。我今后一定好好对你，你也不准给我耍小心眼儿。谁稀罕你的鸡蛋羹？哎，子豪，这孩子，永春，对不起啊，子豪这孩子从小就没了娘亲，我这几年就忙着下地干活，疏忽了对他的教育。这有什么呀？男孩子有个性一点，长大了才不会被人欺负。你不用说他。好，那我现在再找回来。唉，这穿越进短剧里当后妈，只怕后面的日子还有的折腾呢。手机，这竟然是我的手机！他难道也跟我一起穿越过来了？我这是又回到现实世界了。我这是又回到现实世界了。原来手机是连接现实世界和短剧世界的桥梁。宿主仅可以将现实世界的食物带回短剧世界。那也就是说，我可以利用手机把食物带回去。永春，你初来乍到，怕你睡不习惯，给你拿套新的被褥。你不跟我一起睡？你是刚从城里回来，我怕和你一起睡。这个男人又壮又帅，而且为人还老实细心，妥妥的糙汉文学男主。不错，我喜欢。傻子，我们既然已经成为了夫妻，再分房睡，岂不让村里人笑话？再说，你被褥给了我，炕也给了我，你去哪里睡？我睡地板就好。你睡一夜木地板，第二天腰酸背痛的，你还怎么干活养家？上来吧，这床上有没老虎，吃不了你。永春，你是真的打算和我过一辈子，不回城里了？不回去了，我就算留在乡下，也能带你和儿子过上好日子，你信不信我？永春，你是不是寻死撞墙，把脑袋撞糊涂了？再说了，我就算真的要走，你难道就忍心放我走？当然不行，我就是怕你不愿意。我亲了你，谢就是我的人了，以后不准说这种丧气话。妈，我饿。谁叫你晚上不好好吃饭？这大半夜的，我上哪去给人找吃的？赶紧回去睡觉。哦。那个时间不早了，要不咱俩也赶紧睡觉吧。好。日上三竿，丈夫都出去挣钱半天了，媳妇儿还没娶。知道的，我是娶了个媳妇儿；不知道，还以为我是养了个祖宗。妈，你老就知足吧。你要是再记他，就不要整天寻死觅活，闹成咱家鸡飞狗跳的。本来以为从城里来的能多带点嫁妆，没想到嫁妆没多少，反倒娶进门了个扫把星。就是，整天寻死觅活的，把咱家名声都搞臭了。谁说我成天寻死觅活了？我以后要和秋生好好过日子。狗屁方倒是想，你整天除了仗着自己是城里来的高人一等外，会干什么营生？还好意思说好好过日子？我们岳家富养闲人，今天早上没你的饭吃。妈，我饿。你们不给我饭吃可以，可孩子的口粮，你们总该给一口吧？孩子，他又不是我的亲孙子，我可没工夫管他。你自
己嫁过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，还嫁了个这么小赔钱，我们叶家娶了你真是倒了霉了。不吃就不吃，你们那些个糟糠叶菜，就算跪下来求我吃，我都不吃。宝儿，妈领你去吃好吃的。全镇的粮食早就被我藏起来了，你要是能多找到1粒米，我就补你。看，这是什么？鸡腿。好孩子，快拿着吃吧。妈，这鸡腿是从哪里弄来的呀？还好我能随意在短剧世界和现实世界穿越，不然真要被这恶婆婆活活饿死。这就不用管了，你只管吃，等吃完了，妈再给你拿去。妈，你先吃。这孩子不是挺孝顺的吗？怎么后来学有所成就丢下李有春不管了呢？一定是李有春教育出了问题。宝儿，你手上这些淤青哪里来的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？妈，我以后识字的时候再也不偷懒了，你可以不打我吗？这李永春望子成龙，对亲生儿子也太狠了吧！怪不得后来被亲生儿子抛弃。以后只要宝乖乖听话，好好识字，妈保证再也不打你，还给你买好东西吃。妈，你以后真的不打我了吗？对，只要宝儿乖乖听话，妈保证再也不打你一下。孩子，快吃吧。好啊，你们两个竟然敢杀家里的鸡偷吃！我没杀家里的鸡，这鸡是我从娘家带来的。胡扯！就你那点嫁妆，我还不知道吗？还能活脱脱变出鸡来？这败家婚的，还不赶快把鸡腿给我还回来！放开我！抢吃鸡自己买去，少来拉扯我！哟呵，你偷吃还有理？今天我非得把你们两个贼赶出叶家！不了，鸡是我杀的，和永春没关系。哎呀，秋生呀，人家一共就那么几只下蛋的鸡，你还杀了，给他两个外人吃。永春的头才刚磕破，这儿还太小，不杀这鸡看娘来补补怎么了？你胳膊肘怎么还能往外拐呢？我可是你亲嫂子。永春还是我亲媳妇呢，他俩既然愿意跟了我，那就都不是外人。这个叶秋生人还怪有担当的。你，咱们叶家早晚被这两个赔钱货给败光。永春，你和孩子没事吧？宝儿，拿个鸡腿回自己屋里去。秋生，真的没杀家里鸡。我知道，但嫂子这人心其实也不坏，你多担待她些。我担待他，那谁来担待我呀？你大哥去城里务工，这一走就是10年，杳无音信。这个家的劳动力全指着你一个人，他分明就是想把我们娘俩赶出去，好霸占你们老叶家的钱财。永春，委屈你了。好，这个给你。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这么多钱，你从哪来的？这个是我这几年在外面搬砖攒的，虽然说家里的钱都归妈管，不过这些你拿着，下次和孩子想吃点什么想买点什么，再也不用。这男人也太完美了吧，又帅又体贴，对老婆还这么好。这么多钱都给了我，你不怕我带着钱跟人私奔去？就算你要走，这钱也够你当个盘缠了，最起码和孩子不用再受苦了。秋生，你过来，我有悄悄话要跟你说。好。怎么，你都跟你前妻生过一个小孩了，亲你一下，你怎么就脸红了？那个咱家地里还有活没干吗？我去一趟啊。怎么一个大男人亲一下就开心成这样？这80年代正是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，我必须赶紧想办法赚钱，才能带儿子和老公过上好日子。
叶秋生藏了这么多私房都给，不行，这些钱一定归我。家都快被人偷了，还在这乱写乱画！你放开我！你娘才死了几年，你爹又娶了那么个陪嫁婆回来，还带个大的杂种！你要是不把他赶走，咱们老一家的家产全便宜2个外星人了。这件事要是不把你爹给那个女人的私房钱偷回来，晚饭就别想吃了。我就知道陈梅会唆使你来偷钱，怎么着，被我打了个正着？这是我爹的钱，我是你娘，你爹的钱归我管，天经地义。说来说去啊，你爹这个人老实憨厚，但人也太傻了一点。明明他才是这个家的劳力，却让陈梅把你这个亲儿子养得这么干瘦。你少在这里装蒜，你就是个骗我爹私房钱的坏女人。我是坏女人，那陈梅就是好人啦。傻孩子，以后跟着我混，我保证让你3天饱9顿，可别再被陈梅那个女人教唆了哈。你这个骗我爹钱的坏女人，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！偷钱了！李有春偷钱了！偷钱呢！你这个小把星，他家进来没几天就敢偷家里的钱？谁说我偷家里钱了？这钱是秋生给我的。胡说！家里的钱都是我管着，这些钱分明就是你偷的。走，跟我去大队去认罪去。胡说！家里的钱都是我管着，这些钱分明就是你偷的。走，跟我去大队去认罪去。你说这钱是我偷的，证据呢？证据？你一个媳妇敢跟大嫂讲证据？嫁了人，大嫂就是长辈。这些规矩难道你上个婆家没教过你吗？咱们做人做事讲究一个证据，既然你没有证据，就不要在这里给我胡搅蛮缠。你怎么这么跟你嫂子说话呢？要是我说她的第一任丈夫就这么被她克死的，要是再这样下去，我也迟早被她气死。我今天就要把你这个偷钱的疯婆娘和她的小兔崽子赶出叶家。听见没，李有春？赶紧把钱交出来，立刻走人！这钱是秋生给我的，除了他，我谁都不给。真是太不像话了，偷钱还敢跟嫂子这样说话。就是，真是没规矩，这人搁以前早就升堂了。你个臭婆娘，今天我让你见见识我的厉害！哎呀，新媳妇打嫂子不做人了！你敢打你嫂子？你今天就要带你到大队去治罪！你敢打他？你要是再给我胡搅蛮缠、胡说八道，别怪我对你也不客气。你敢这么对你婆婆说话？今天就要替秋生休了你这个恶婆娘！既然把我娶进门了，想赶我走，没那么容易。你这个疯婆娘，我今天就要为公除害，打死你！就你这点三脚猫功夫，还想来打我？老娘我可是拳击黑带！好你个李永春，你偷家的钱就算了，怎么还打咱娘呢？演，你们给我接着演！真是太不像话了，咱村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泼妇？偷钱还打婆婆，必须把这个婆娘赶出咱们村。这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，咱村里可容不下你这样的恶人。听见没，李有春？你的行为已经惹起众怒了，还不赶快把你的钱交出来，带你的小崽子滚！第一，这钱是我丈夫秋生亲手给我的，除了他，我谁都不会给。第二，我根本就没有打他，是他自己非要躺在地上丢人现眼。你这婆娘思想就不正确，你怎么能这样跟你婆婆说话呢？有人说他第一个男人就是这样被他活生生给气死的。这种偷钱还打婆婆的恶婆娘，咱们就应该把她赶出去。就是不让这个坏人留在咱们村，风气都被坏了。把她赶出去，走！你们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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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娘！放开我娘！儿子！你们敢打我儿子！
永春，怎么回事？你们什么意思啊？钱是我给永春的，不是他偷的。你个不孝子，你把钱都给他了，都没给你亲娘。以后家里种地的钱归家里，我赚的钱归永春。秋生啊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这是不相信我这个大嫂管家？既然闹都闹了，不如直接趁机把管家权收到自己手里。相信你？凭什么相信你？你看你把秋生的唯一的孩子养成什么样了？子豪，我可怜的孩子，我可怜的孩子，他再把我赶出去，你日子可怎么过是啊，你看这孩子，这还真别说，这孩子让他养的干巴巴的。哎，没娘的孩子就是可怜啊，大娘也靠不住啊。你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，现在谁家孩子不是这样？既然嫂子管家辛苦，那就不用嫂子管了。你把秋生的钱交给我，我来管家，我保证把孩子们养得白白胖胖的。你才刚嫁进来几天，就想管家？你个从城里来的小姐，哪里晓得农村精打细算的日子？就是，这家要是让他来当，早晚要败了。我这次当的再不好，也比你强10000倍。我看你啊，本事不大，口气倒不小。秋生，你说这个家是让我来当，还是让你媳妇来当？这个家是让我来当，还是让你媳妇来当？永春既然已经嫁给我了，我的钱理应归他管。你个娶了媳妇忘了嫂子的，你忘了我这些年起早贪黑、兢兢业业了，我这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功劳，到最后良心全喂狗了，最后便宜了2个赔钱货白眼狼了。哎呀！你不要在这里装疯卖傻，你一整天兢兢业业、起早贪黑，那这些膘是哪来的？全家就你吃的最好，油水最多。你个泼妇，怎么跟嫂子说话呢？好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永春，走，咱们回屋。永春，今天的事都怨我，怪我没有提前给嫂子说清楚，让她误会你。你提前跟他说清楚了，他就能不找茬了。永春，你也知道，大哥这些年了无音讯的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嫂子一个人也不容易，你多让着她点。放心吧，老公，只要他不来找我和孩子的麻烦，我不会去惹他，让你难堪。永春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老公啊，你已经娶了我，我不叫你老公，我难道叫别的男人老公？不爱听。永春自打那天学死状破了头以后，怎么就和变了人似的？爱听，我爱听。老公，我的脸好痒啊！痒？怎么回事？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人家不要去医院。那你在这等我，我去给你买点药。这么大半夜的，上哪买药去？那你这是要……你亲我一下吧，你亲我一下，我脸就不痒了。有点不太好吧？怎么，你一个大男人亲自己媳妇一口，还怕别人看见不成？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喜欢我？这天都大亮了，这李永春怎么还不起来？妈，昨天晚上永春睡得晚了点，今天我替他烧火做饭吧。你替他烧火做饭，什么都让你做了，还有他这个当家媳妇干什么？没想到叶秋生这个人看着老实，竟然这么大，折腾了老娘一晚上，觉得我现在都下不了床。哎，里面的懒婆娘听见没？赶紧起来烧火做饭。吵什么吵？想吃我做的饭就给我乖乖等着。哎呦喂，你就这么对你婆婆说话的？哎，妈，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，消消气。你要是半钟头内做不出饭来，这家就还给你嫂子来管。你要是半钟头内做不出饭来，这家就还给你嫂子来管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妈，咱们农村的那个大铁锅，永春之前没有用过，今天我来帮他吧。谁家媳妇儿连饭都不会烧？要是连这点都不会，就趁早滚回城里去。谁说我不会做了？你等着。
这家里怎么连粒盐都寻不见？全家的米面油都被我藏起来了，就是咱妈都不知道在哪。我劝你啊，不如趁早认输，把管家钱还给我。我以后啊，也好好优待优待那个你小子。哟，我说嫂子，你的脸皮是不是拿炮都轰不穿，比城墙还要厚？你怎么能这么跟你大嫂说话？你是我大嫂，那我大哥呢？我大哥去城里这么多年，丢下你跟我婆婆不管，家里的吃穿用度全靠我丈夫一个人供着，你还好意思说优待我？我没有把你赶出去都算不错了。你巧妇难为无米的炊，没米没面，我看你什么本事能做出饭来！我堂堂一个现代女富豪，哪里需要自己动手做饭？还好有法宝在手。我堂堂一个现代女富豪，哪里需要自己动手做饭？还好有法宝在手。让我看看这次带回点什么好呢？韭菜牛肉包，就你了。这咏春怎么还不出来？我看他啊，就是不会做饭，待在里面不好意思出来见人了吧？真是娶了个扫把星，这也不会，那也不会，还不如休了算了。你去把他叫来，告诉他这个家不用他李咏春当了。好啊，既然这个家不用我管了，那我今天做的饭你们也不要吃了。哇，是包子！来，娃儿你吃。这家里的米面油明明都被我藏起来了，这女人难道还能凭空变东西出来不成？你从哪弄的这些东西？这包子是我用自己价钱换的，没花家里1分钱。你要是不吃就看着，别耽误我们一家人吃饭。来，秋生，你下地辛苦，你吃。好。咏春呀，你还别说，娘也有不少日子没尝过肉味了。娘，那你也太不聪明了。这地里不是有这么多鸡吗？你随便宰来一只吃不就行了？行，你先吃。包子里面居然有牛肉，好你个李咏春，你想害死咱们家！包子里面居然有牛肉，好你个李咏春，你想害死咱们家！怎么？这饭我不做，你嫌我偷懒？我做了，你们又说我要害死你们，你究竟想怎么样？咱家哪来的牛肉？这分明就是你偷的！一会儿人家要是找上门来，人家有什么还？那我今天就把话说清楚，这些好东西不仅今天有，以后日日都会有的吃。嫂子要是不放心，咱们就趁早划清界限，以后你吃你的，我们全家吃我们的。来，孩子，你再长身体，你吃。你还别说，这咏春包的包子啊，还真的挺好吃。这做法是我在城里学的，你当然没有吃过。娘，你可千万别被李咏春给迷惑了。闭嘴！你当了那么多年家，也没见你有好吃的孝敬我。这咏春刚当了1年家，你就坐不住了。要我说呀，这咏春才是咱们老叶家难得的好媳妇，不像你整天不知道孝敬老婆婆。站住！这大半夜的，难不成是要跟哪个女人厮混去？我睡不着，出去走走。胡说！看你这身行头，分明就是要出远门。
老实交代，大半夜找谁厮混去？胡说！看你这身行头，分明就是要出远门。老实交代，大半夜找谁厮混去？永春，你误会我了。大半夜的不是去找人厮混，难道是跟哪个相好的约会？怎么不说话了？害怕了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哪样？莫非比这还恶劣？我开玩笑的，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。让我猜测你要去干嘛？莫非是想趁着大半夜去城里给人搬砖，明早再赶回来种地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是夫妻，一体同心，我还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咱家这个伙食，按照这个样子吃下去，只怕我给你的钱远远不够。为了不让你孩子跟我一块受苦，好好种地还是不行。傻子！你给我的钱，我一分都没花。那今天早上那个肉馅包子，莫非是你偷来的？是你憨还是我憨啊？为了一口吃的，我去偷鸡摸狗，那还不如让我吃糠咽菜呢。那怎么回事？你男人有手有脚的，怎么能靠你的嫁妆来谈的？秋生，我还能让你过上比这更好的日子，你信不信我？信，我信。你是我老婆，怎么样我都信。那就乖乖躺下睡觉吧。我不怕吃苦也不怕累，就是害怕以后孩子生了我以后，别让我受罪。秋生，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男人，我跟着你才不会受罪。你个臭黄鸭，赶紧把醋还给我！什么？你个小兔崽子，还痴心妄想要煮出念四！你要是再赶不走李永春，有你的好果子吃！现在已经不是你当家做主了，如果你再打我，你就告诉我爸去！哎呦嘿，你个小兔崽子，还学会告状了！你要是敢告状，看我今天打不死你！你给我住手！你有本事冲我来，欺负一个孩子算什么本事？怨不得手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原以为是你自己顽皮摔的，没想到竟是被人打的。胡说，谁打他了？你自己说，是我打的你，还是你后妈打的你？就算不是亲生的，也不能这么打孩子吧？就是这娃有这后妈真是可怜。哎呦，我的子豪呀！你后妈也太狠了，这就下死手了。娃，你好好说，是我打的你，还是你大娘打了你？你那个后妈挣你这的钱用她自己合计，她可不是什么好做事。要是以后把我这个大娘也赶出下去，以后有你的苦。这娃早就被我给洗脑了，我就不信他能向着你。子豪，你实话实说就行。今天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子豪，你可千万别被这个坏女人给骗了。是大娘打的我，她让我把我爹的钱吐出来，不然就打死我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血口喷人！小孩子才不会骗人呢，我看骗人的是你。说我是上门亲，把这个家里扰得鸡血不停的人不是你吗？你怎么能这么跟你大嫂说话？嫂子，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，三番四次逼孩子害我，还没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欺负子豪，我饶不了你。真看不出这出门虽然这么狠，连孩子都打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！
我们走。你个中间不分的小兔崽子，以后有你好果子吃！子豪，从前的事情或许是我做的不好，但今后只要有我在，我绝对不让陈梅欺负了你去。真的假的？必须真啊！女子汉，一言九鼎，我啥时候骗过人？还有啊，你别再偷偷摸摸看这些书了，你看这些能学到啥？我以后供你上学。你要供我上学？你要供我上学？对啊，你一个男娃不上学，难道要留在乡下种一辈子地？可奶奶说家里没有闲钱供我上学了。胡说！你信你奶奶还是信我？没钱咱可以挣嘛。信我的，我明天就去赚钱给你攒学费，今年开秋一定送你去上学。好。那个时代应该还没有火鸡面吧？我要是把火鸡面酱料带回去做成火鸡面卖，保准赚得盆满钵满。糟了，手机电量不足，看来要先充满电才能回去了。秋生应该不会担心我吧？你干什么去了？我爹回来围着村子找了你大圈都没找到，还以为你回城里去了呢。你爹呢？我爹去城找你去了。糟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原剧情里就是这个时间点，叶秋生进城找李永春，在去的路上惨遭车祸。你爹他走了多久了？你爹他走了多久了？走了有半个小时了吧？走了这么久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李永春，你又去哪里偷人了？害得我们全家人好找。就是要走，你应该跟我打声招呼吧。快说，秋生是在哪条路走的？哟，现在倒知道关心你秋生了，找你找的都快急疯了。我没时间跟你扯皮了，你快说呀！我还怎么说呢？最后一条路出城去了。别过，你老虎，你老是有病吧？天怎么黑得这么快？我记得，也就是在这样一个黑夜，秋生进城出了车祸。不行，必须要改变原剧情。永春，秋生，小心！幸好，幸好，你个呆瓜，你没事大半夜乱跑什么？你吓死我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永春，你没走的是，我以为你把我自己丢下回城里去了。你是不是傻呀？我儿子还在你家呢，我要回城，肯定把他带了去啊。永春，我好怕你离开有了这个印子在，你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，我去哪里都不会丢下你。改变了叶秋生车祸身亡的剧情线，以后应该就能好好过日子了吧？这个年代的物质生活虽赶不上现代，却也没有那么多攀比物欲，还有个好丈夫。我竟然体会到了从前豪掷千金都感受不到的幸福。小陈，你干嘛呢？我做火鸡面啊。什么？火什么鸡面？火什么鸡面？
你要想吃鸡，我现在去院子里抓一只给你杀了。安回来，家里总共就那么几只鸡，你要去杀了，你娘不得心疼死啊？可是这个点儿去城里买有点来不及了呀。傻瓜，你见过夫妻肺片里面有夫妻啦？火鸡面里面难道就真的有鸡？等我做好了，你叫全家人一块过来吃。好。要不是有村当家，哪里能吃得上出味特好吃的面条啊？出味慢了点。妈，我还想吃。不行，你小孩子吃多了容易积食。我今天请大家吃面，是想宣布一件事情：从明天起，我要进城去摆摊。进城摆摊？不行不行，你摆摊不得投入成本吗？碗筷、面粉都是钱，这可使不得。我今天来只是想通知一下大家，不是和你们商量的。以后我摆摊赚来的钱用来贴补家里，你们必须帮我洗筷刷碗，这样才公平。我不同意，谁家正经媳妇进城摆摊，整天抛头露面的？就是，我看你啊，就是爱上日子过久了，自己给自己找痛苦。现在是我当家，摆不摆摊我说了算。妈，你真的要去城里卖面吗？那当然啦，我钱都给了，不去岂不是白花啦？我也要跟你去。你一个小娃娃，跟着我去，没得给我添乱。我知道你这次去城里摆摊是为了给我筹学费，我也要帮助你。真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娃娃。那你跟我一块儿去，前提是你可别瞎跑哈。嗯。这是我早上过来站的摊，你凭什么站？你站着茅坑不拉屎，嫌你摊的是你活该啊！你掀我担子，你还有理啦？从什么穷乡僻壤来的乡巴佬，还要在城里摆摊？还滚回乡下种地去吧！乡下人怎么了？没有我们乡下人种粮食，你吃什么喝什么？就你这狗眼看人低的嘴脸，我看你哪里比得上我们乡下人？你敢这样说我？这条街都满了，我看谁能空着位置给你摆摊。好，那你就跟老娘我瞪大了眼睛看着。姐妹，我卖的这个面是辣口的，你让个位置给我支摊，他们买了我的面才能多卖你的甜水喝。那这样，我把这个位置让给你，你在我旁边摆吧。好嘞，谢谢姐妹。你真聪明。那不咋的，都像你一样，咱们岂不是要饿死？哼，我开玩笑的，你是全天下最聪明的小孩，快帮我支摊吧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能吃吗？就是呀，你这怎么看着干巴巴的呀？说到底呀，还是乡下来的，做的面一看就不卫生。还是我家的面啊，天堂有人间，可不和那的乡巴佬做的一样。你们啊，没见过我这个面正常，我这个面是现在最流行的火鸡面，别的地方可都没有。可不像某些人的面，一看就清汤寡水，白粉粉我都不吃。哎呀，你这疯婆娘，你敢这样说我？我没有说你啊，是你自己非要对号入座。我倒要看你做人胖爷有谁肯吃。火鸡面啊，都过来瞧瞧最时兴的火鸡面。火鸡面，要不咱来碗尝尝？行，来一碗。就他这乡下人做的面，卫不卫生还不知道，我看你们谁肯吃。乡下人怎么了？我们乡下人都是自己种的麦子，自己磨的面。你看这碗多大，一碗就能顶饱。这面多少钱一碗？3块钱。这么便宜？我们乡下人只求个薄利多销，这些面都是我们自己亲手擀的。给我来一碗。好。我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了，这么有滋有味。够辣，够爽，再来一碗。好嘞，你稍等。这卖面1天赚的钱，赶得上种地10天的了。没想到这火鸡面卖的这么好，
看来明天我得多改一点面。花无百日红，看你能嘚瑟多久。某些人啊，与其嫉妒别人，不如赶紧想想让自己那清水面别搞出点花样来。咱们走着瞧。姐妹，我看你家来一趟挺远的，我家就在附近，要不你把家伙事都放在我家，我来替你看管。那好呀，那谢谢你了，姐妹。这不算什么，今天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的生意也不可能这么好。是你先好心帮了我。哎，子豪，趁现在天还亮堂，咱们也不着急回家，我领你去街上买新文具去。真的假的？傻孩子，我啥时候骗过你？走。等会儿娘进屋给你包包子去。哟，进城一趟这么晚才回来，你又到哪里去鬼混了？陈梅，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现在没工夫跟你扯。站住！既然你已经嫁到我们叶家，我就是你大嫂，按理你就应该把今天赚到的钱都交给我。做你的白日梦去吧！你成天在家闲人一个，啥活也不帮我干，我凭什么把钱给你啊？凭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摆摊用的本钱是不是我们老叶家的？你擀面用的面条是不是我们叶家地里种的麦子？陈梅，你还真是厚脸皮！我摆摊用的本钱是我丈夫给我的，我擀面用的面粉也是我丈夫自己种的，干你什么事儿？你成天在家里白吃白喝，我也没见你下地帮秋生干一天的活，我没说你什么，你反正数得起我来了。你长兄为父，我是秋生的大嫂，也是你半个娘，你这个臭婆娘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现在没时间跟你扯皮，我还得回去擀面。你这个女人疯了吧？还有小兔崽子，给他用这么好的文具，现在给我退了去！给他用这么好的文具，现在给我退了去！我是子豪他娘，我给他买什么还用得着你管吗？真是嫌操心。你摆摊用的可是我们叶家的粮食，既然钱是你赚的，可没有我和妈的同意，你照样不能乱花。陈梅，我说你厚脸皮，你还真是厚脸皮。这钱是我自己赚的，我想怎么花，你还管得着吗？你能奈我何？你把钱给我交出来！陈梅是疯了吗？这是要明抢！哎呀妈，你给我评评理！你看这老儿媳妇，才刚管家没几天就乱花钱，我就说她两句，她就打我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呀！这个小屁孩，你咋送他去上学？给他有这么好的铅笔盒，明天赶紧给他退了去。他为什么不能有这么好的铅笔盒？我不仅要给子豪买铅笔盒，我还要供子豪去上学。什么？你竟然供他去上学？什么？你竟然供他去上学？子豪是我的孩子，我供他上学天经地义。你真是疯了，竟然要供他去上学！哎呀，我们老叶家怎么就出了这么个赔钱货？我看这家迟早要被你弄散了。被谁拆散还不一定呢，反正子豪这个学我一定要供。你这个疯婆娘，要是你再敢这么乱花钱，我就休了你！你这个老太婆还要不要脸？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吃我东西的时候好言好语哄着，现在稍微有一点让你不高兴了，你就翻脸不认人。你让子豪上学也是我的想法。你是不是被这个疯婆娘给教唆的失心疯了？咱家哪有闲钱供他去上学？子豪现在年纪还小，更应该把时间放在学习上，这样以后才能走自己想走的路。哎呦喂，看看我亲手养大的好儿子，儿大不由娘，胳膊肘往外拐哟！你们这些人只看重眼前的利益，眼前有口肉吃，巴不得叫娘。稍微让你们为了长远之计打算，你们就像被抢了疯狗的饭碗一样。我要是真的像你们一样，才彻底耽误了孩子们的将来。子豪，走，跟娘回屋。妈，我不想上学了。妈，我不想上学了。你小小年纪不去上学，难道想学你大娘在家混吃等死？我可以和爸爸一起去田里种地。你真的想一辈子种地，到时候脸也晒黑了，手也变得很糙，肚子比生产队的驴还要苦。你真的想？可是奶奶说家里也没有闲钱供我上学了。错误的话不会从年长的人嘴里说出来，它就正确了。今天我就来告诉你，奶奶说的是错的。可是咱家的钱……傻孩子，正是因为咱家没钱，我才要去进城摆摊嘛。
你看，这些都是我挣的，别说是供你上学了，就是再生个弟弟妹妹，我也供得起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啦，我啥时候骗过人？你呀，就放宽了心，别听你大娘和奶奶那些鬼话，他们呀啥也不懂，万事有我给你兜底。你对我这么好，可是大娘说你有自己的儿子，你只会对自己的儿子好，不会对我好的。傻孩子，这些鬼话你也信？这样吧，你叫我一声妈，我以后就把你当亲生儿子养。你不是我妈，我妈早就死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啊？你只有把我哄好了，我才会对你好呀。妈，妈，好儿子。可是奶奶和大娘不会让你供我上学的。放心吧，对付他们两个，我自有办法。热腾腾的排骨出锅啦！哟，儿媳妇，你这出去摆摊才不到1个月，咱家连排骨都吃上了。今天这顿排骨可不是普通的排骨。怎么？难不成吃了你这排骨还能变成神仙？娃，今天是你第1天去上学，一定要好好听老师的话，不要调皮捣蛋。知道了吗？好小子，算你识相。哟，这几天不见，老爷爷的生活也是好上了。听说前几天连排骨都上桌了呢。放着自己的亲生儿子不管，倒是送一个野孩子去上学。谁说我不管亲生儿子了？是不是亲生的都要送去上学？你就是秋生媳妇吧？这人看着年纪不大，口气倒不小。你们是谁？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，赶紧滚，别影响我要出差。我们是谁你都不知道，我们可是秋生的大哥大姐。大哥大姐？我没听说过秋生有什么大哥大姐啊，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。你们怕不是来打秋风的吧？你一个小辈儿怎么说话呢？我怎么说话？见好人说好话，见孬人说孬话。一看你们这阴阳怪气的嘴脸，就知道你们不是什么好人。我要见你婆婆。我要见你婆婆。见我婆婆？有什么事情现在跟我说就行，现在是我在当家。我是秋生他媳妇儿，你别恼啊。我们过来找你，就是为了找你借一块铜板，周转周转。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起来二位是谁了。想起来就好，我们一家亲戚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就是啊，要我说啊，永春一看就是贤妻良母啊。大哥大姐们这点要求，你该不会都不答应吧？我想起来了，秋生和我说过，最不要脸、最爱打秋风的亲戚就是你们两个吧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怎么说话？你们是不是赵翠花和杨大壮？去年前年从我们家借的200斤面粉还没还回来，现在看我家日子刚好起来，你们又想来借钱。秋生他媳妇儿，你挣那么多钱，就救济我们这些亲戚，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？我救济你们是天经地义，那谁来救济我呀？就算要救济你们，前提也是要把前面欠我的面粉先还回来。你可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泼妇！斗米恩，升米仇，我忘恩负义，谁忘恩负义？你们自己心里有数。好啊，今天要是不把钱拿出来交给我们，我就把你告到村长那儿去，说你李永春成分复杂，不是良民，到时候把你抓起来批斗。好呀，你们要去就尽管去，我倒要看看村长是向着你们这2个老赖，还是会向着我。秋生他媳妇儿，要真论起来，我和秋生可是发小呢。就是这么论起来，我可是你亲姐姐。笑话，你是秋生亲姐，又不是我亲姐，想来我这儿打感情牌，休想！永春，怎么能跟大哥这样说话呢？走，我们不跟泼妇生气，我们走。走了以后就别再回来。永春，幸亏有你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怎么走。秋生，你哪里都好，就是心太软了。要是个亲戚都能在家讹上一笔，那在家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永春，我以后啊都听你的。老公，走，咱们回屋去。
你说这可怎么办呀？换了这么个恶婆娘当家，咱们可是1分钱都拿不到。就是，这流星地都荒了，要是再打不到秋风，那岂不是要饿死？那你说这可咋办？大哥大姐，不用着急，我有个办法。我有个法子，准能让你们从那女人手里扣出钱来。就是这钱啊，分我一半。我说秋生他嫂子，你这未免也太狮子大张口了吧？你这成天吃的喝的都是秋生供着，又没个一儿半女，日子别提有多滋润了。你又何苦给我们抢这点钱啊？胡说！如今这家里都是李永春在当家，还有多泼辣，你们又不是没看见。我在他手底下讨点生活就容易了。况且你一直进城摆摊，赚了这么多钱，难不成这些钱都归你们？那你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这李永春啊，有个半大小子，是他和钱窝丈夫生的。如果你们把这孩子弄到手，还怕他们不给你们钱吗？我这就是他嫂子，这绑娃娃的事儿我们可做不出来。糊涂，谁说让你们绑他了？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过来，告诉你什么意思。天天开早，做一锅红烧肉给孩子们补一补。妈，不好了妈！弟弟被赵婶子和杨叔叔抓走了。弟弟被赵婶子和杨叔叔抓走了。什么？你在哪？他们在村西头，我放学正好看见。你拿着。说，是不是你偷了我女儿的长命锁？我没偷，我没偷。你个小王八羔子，满嘴跑火车！你要是没偷，怎么在你身上搜出来了？大妹子，再这样打孩子会不会太狠了点？就是要这样才能逼李永春掏钱呐！这个是他亲儿子啊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敢打我儿子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王法？你亲儿子偷了我女儿的长命锁？笑话！你们家穷得个底朝天，我儿子才不稀罕你们什么破长命锁。偷了就是偷了，你要是不服，咱们就告到村长那儿去，让村长来处理。好孩子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你到底有没有拿3年的长命锁？我和三妮在那里玩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口袋里多了一个长命锁。我儿子不愁吃不愁穿，才不会像某些人靠塔秋风度日一样偷鸡摸狗。好你个李永彻，本来就是个克死丈夫的寡妇，生活本来就不检点，现在教出来的儿子更是一个小贼。我没有。哼，我这长命锁可是传家宝，本来是一对儿，现在在你儿子身上翻到了一个，另一个肯定也是被他偷了。今天你们要是不交出来就等着吃官司吧。一对儿，你空口白牙的就想污蔑我，你省省吧。你要是不想在村里把名声臭了的话，就老老实实借500块钱给我们，这样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名声，就算这个长命锁是我儿子拿的，他一个黄毛小子不懂事，也碍不着什么。倒是你们2个，这些年在我家借的粮食不下300斤了吧？你那个破长命锁，我会1厘不差的赔给你。至于你们2个借我的粮食，也要签字画押，1粒米不少的还回来。李永春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是我欺人太甚，我看是你们太得寸进尺了。妈，我这里有纸和笔。不愧是我儿子，就是聪明有眼力劲儿。既然你们不服，那我们就白纸黑字的签字画押。我看这事发生是误会。这先整理好，再先吃人家粮食，所有人反正分。既然是误会，那就让误会彻底解除吧。亲兄弟，咱明算账。今天咱们白纸黑字写下来，以后我们谁也不用为这件事情生气了。欠条写好了，请2位签个字吧。200斤，李永春，你是真敢要啊！我就说你别惹这个泼妇嘛，这么多粮食，什么时候能还得清啊？你们不签也可以，可是你们欠了我们家那么多粮食，这2年加起来，把你们家搬空了，恐怕都还不起吧。
别，我们先。欠条为期1年，1年后你们还不上，可是有利息的，到时候你们自己掂量着办吧。我的长命锁！长命锁，差点忘了，你们家欠我们这么多粮食，看这长命锁戴在我儿子脖上正好，我就勉为其难用来当利息抵了吧。儿子走了，咱们回家吃红烧肉去喽。哎呦，偷鸡不成蚀把米哦，我的长命锁哟！妈，我知道错了，回家能不能别打我？好孩子，妈怎么可能不分青红皂白，无缘无故就打你呢？只是出门在外，我们要吃一堑长一智，提防那些不怀好意的人。就比如说，你还记不记得今天谁把你的长命锁放在你身上了？我和三妮在村口玩，大娘好像过来拍了拍我身上的灰。妈知道了，一定是陈梅联合那2个女人一起使坏。不管了，咱们一起回家吃饭。子豪，等过2天去城里，妈也给你买个长命锁带。我才不带呢，那是小孩子带的东西。只要你弟弟有的东西，妈都给你买齐了。走。这个李永春竟然这么快就回来了，莫非那么2个男乘客都被他给制服了？永春啊，洗菜呢？永春啊，洗菜呢？永春，你疯了！想扑我！对不住啊，大嫂，没看清是你，我还以为是谁家的乌鸦飞出来了，晦气的要死，我可不得泼它吗？你别以为你进城多挣了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，你真是太不尊重人了！我可是你亲大嫂。对啊，大嫂，我多赚几个臭钱就是了不起。今天的晚饭也是用我的钱买的，大嫂，你要不就别吃了。你这是不尊敬长辈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会被人指脊梁骨的。你想传就传吧，且不说我不在乎，就算我真的在乎，我也要看看是你肚子饿得快，还是你嘴巴传得快。陈梅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不安分守己，打我孩子们的主意，可不就是泼你水那么简单了。不行，我必须再想办法多赚一点钱，才能带孩子们过上好日子，彻底摆脱这些又蠢又坏的反派。对了，蔬菜。80年代的塑料薄膜技术没有成型，我要是利用手机把现代的格局蔬菜带回来，再放到火鸡面里，那火鸡面的价格岂不是能再上一个档次？我必须抓住这个商机。郭总，您不是从来不开灶吗？怎么一下子要这么多蔬菜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你只要保证这些都是格记的新鲜蔬菜就行。你安排的活必须保证质量。去吧。有了这些蔬菜，穿越回去应该就能和80年代最高档的面馆谈合作了。我可真是个天才。
曹老板，你好，你好，上次去你面馆找你没找着你，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，快坐。哎，好。就是你给我面馆提供什么火鸡面？曹老板，您的面馆是现在最时髦的面馆，里面接待的都是有钱人。我的面只有在您的面馆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。你很有勇气。我的面馆只卖味道最顶尖的面，而你的面有什么特色能端上我的餐桌呢？我的面是线下最时兴的火鸡面，这个口味你在别处肯定没有尝过。而且我面里的蔬菜不仅新鲜，都是国际蔬菜，这是任谁有钱都吃不着的。其实有钱人吃的从来不是面，而是攀比和欣喜。你的面呀，很有特点嘛。老娘在谢代可是白手起家的创一代女富豪，这点悟性岂能没有？哎，我有个问题，你是怎么种出国际菜，而且还保持的这么新鲜的呀？抱歉，这是我的独家秘诀，不能泄露。那曹老板的意思是答应跟我合作了？我准备出5万块钱买单你火鸡面的配方，如果你觉得可以，我们就合作；如果你觉得不行，免谈。曹老板说话好像很有趣。哦，我们乡下人啊，自小明白一个道理，杀了鸡只能吃1顿饱饭，但是养着鸡，我们天天都有鸡蛋吃。如果曹老板觉得5万块钱就能买下这只会下金蛋的母鸡，那您就是太幼稚了。听了李姑娘的所言所语，我还真的是对乡下人起了敬畏之心啊。曹老板，您言重了。您的面在美食界是佼佼者，小女我望尘莫及。只是有曹老板这样成功的面馆，可不止您一家。如果我没能和曹老板合作愉快，转头又去和你的对家达成共识，那想必对曹老板来说也是一笔很大的损失吧。那李姑娘，你开个条件吧。我的面每天限量100碗，1碗10块。我每天负责给曹老板供货，我们2-8分成，你2，我8。2-8分，还真没有人给我提过这种条件呢。我的这些国际蔬菜培育都是需要成本的。如果不是我提供这个平台，你的面呢也不会卖出这么高的价格。3-7分，不能再少。成交。永川，这么多钱都可以投床上了。对啊，现在火鸡面的市场非常广泛，我准备再雇2个人一起供应曹老板，咱们就能赚更多的钱啦。太好了，照这个样子下去，咱们家里的2个娃上学都有着落了。何止呀！我准备再过半年盖一间新房，带着你和孩子们搬进去，再也不用在这里受气了。永春，这个家多亏有你了，才能过着那么好的生活，要不然也要挨饿了。今年的收成很不好吗？这几年的收成都不太好，今年的更差。咱们村里啊，有几户人家人口比较多的，已经开始挨饿了。这么可怜？对呀。李永春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这是什么情况？你一个大男人不用去掺和这些事儿，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。说吧，你们又想干什么？李永春，我们以前只认为你是个扫把星，没想到你还是个灾星。灾星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？要跳大神，别在我家门口跳。我们村的赵瞎子可是看事最准的，他都说了，我们今年收成差，就是因为村东面来了个灾星。我们村东边住的，除了你这个克死丈夫的灾星，还能是谁？今天我们要把你这个灾星赶出村子。妈，我不要让你走。妈，我也不想让你走。收成差是大家的事情，我是真的有那么大的能力，能影响全村，我何必还住在这里？要是你们1个2个的不思进取，我怎么想想赶紧把地种好，反而在我家门口撒泼，搞这些牛鬼神蛇，真是活该饿死！你还敢狡辩？今天你要把你的孩子带走，还要把你赚的钱通通交出来。走？因为我很想在这里和你们这些长舌妇打嘴官司嘛。你今天带着你2个孩子赶紧走，把你赚的钱给我通通交出来。钱是我自己一分一分挣来的，我凭什么要留下？你赚钱消耗的是全村人的气运，
这钱应该是全村所有，不是你个人所有。哟，李永春，以前只知道你是个扫把星，没想到还是个灾星。陈梅，你和陈婆子两个人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个装疯卖傻的假瞎子，就想把我赶出村子，霸占我的钱财，休想！你这个赵瞎子可是我们全村有名的白石头，他说的可准了。好呀，那我倒要看看你们口口声声说的百事通到底是真瞎还是装瞎。你这是触犯了天条，我连你这个老妖婆一起打，为民除害。李永春，你疯了，敢打我吗？是我疯了还是你疯了？你联合这个陈婆子还有这个假瞎子一起来讹我，你真当姑奶奶我是吃素的？我今天连你也一并打死。还有你不是个瞎子吗？有本事你别躲！不是打人了，不说我还是不是灾星？哎呀，你不是灾星，你是无喜星下凡，你是斗战胜佛，饶了我吧，姑奶奶。你们都给我看好了，你们口中的拜仙只不过是个装疯卖傻的假瞎子。你这是屈打成招，怎么不服？你是不是也皮痒了？好了，别闹了。够了，都别闹了。村长，您来的正好。这些人天天不务正业，在村子里搞这些封建迷信，你说该治个什么罪？你们一个一个把这件事闹得十里八乡，人尽皆知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还有你赵东升，天天扮瞎子、装神弄鬼，和程婆子闹得全村乌烟瘴气。村长，你什么你？再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村长，你也知道，如今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，我们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我才想到了这件昏招。就是啊，村长，如今实力当今，谁不知道就永春家在城里做生意赚了大钱？那接济我们这种乡亲们也是应该的嘛。应该？你们有没有问过李永春的意见？如果他愿意，就是应该；如果不愿意，就是不应该。这个李永春，既然能让村长向着他说好，只是越来越难对付。村长，您这大老远跑来一趟，该不会为了调停这么简单吧？永春，我这次来是找你有事啊。村长，您喝口水吧。永春啊，咱们村里情况你也知道，收成一年不如一年了。只有你是从城里来的，见过世面。我明白村长您的意思，您是想让我给全村人想想办法。永春啊，我知道你嫁到咱们村子里，有些小人总是害你，但是大部分村民还是很善良的，你就当为他们想想办法吧。当年子豪的亲娘生病，是大家伙出钱出力把她送进城去医治，圣人最后人没保住，可大家伙的这份恩情，我替秋生和子豪记住了。如今我好了，我自然不会忘恩负义。唉，秋生娶了一个这么仗义的媳妇，大幸啊！村长，这1000块钱是我进城赚的，您拿去分发给特困的乡亲们。如今粮食节产，这一点钱虽然不多，就当我一点微薄的心意。啊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村长，您就拿着吧。我知道村长是个厚道人，我才放心把钱交给你。你拿去贴补大家，全当我的一点点心意了。至于粮食节产的事儿，我会尽快想办法的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替全村村民谢谢你。村长，您就放心吧，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。李永春，你真是疯了！竟然从家里拿了1000块钱给村长，你知不知道那些钱可是秋生的血汗钱？你来找我，不是因为我把钱给了村长，而是因为我没有把钱给你吧？这笔钱是我自己赚的，我想怎么用，我自己说了算。就是居心，想用家里的钱好好献媚村长。李永春，我可是你嫂子，你竟然想打我！陈梅，我警告过你不要处心积虑找我不痛快，可你非但不听，反而变本加厉，3番5次的要害我。你下次再敢胡说八道，可不是打你这么简单了。这个打泥补刀看家虎！
不想再挨打就赶紧给我滚，不要打扰我研究。你就狂吧，我看都好几天。哎，永春，你怎么来地里了？老公，咱村里这地是不是一直连着种，歇都没歇过几回？村里人靠种地吃饭，种完了麦子还要种玉米，哪里舍得歇呀？我明白了，看来是过度耕种导致的土壤肥力下降。老公，你能不能把村里人的种子拿出来给我看看？老公，你能不能把村里人的种子拿出来给我看看？我知道你要研究，提前给你带过来。这些种子又扁又小，再加上这越种越贫瘠的土地，自然会形成恶性循环，让收成连年下降。有了，我可以通过手机从现代带回改良后的种子。永春，你是不是发现了问题的所在？秋生，这几天我要出一趟远门，可能过2天才能回来。你和孩子在家里可别着急啊。出远门？永春，要是不行，就别勉强自己，我们一定能想到办法的。放心吧，老公，让全村人吃饱饭的任务就包在我身上了。气死我了！这李永春没想拿棍子打我，今天我一定找那个贱人打起。这贱人自从嫁到叶家以来，发生太多奇事了。今天趁她不在家，我一定要查个明白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看着也不像是农村的玩意儿。莫非这就是李永春的法宝？不行，这东西必须归我。你放下我妈的东西！你放下我妈的东西！哎呦嘿，你个小兔崽子，胳膊肘还往外拐开了，还算你哪门子妈？我才是你亲大娘。亲大娘又怎么样？你整天不是打我就是骂我，和我妈差远了。你那个疯婆娘，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？你这么向着她说话？没有付出行动，讲再多理也没用，赶紧把我妈的东西给我！哎呦嘿，小兔崽子，还给我念上经了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你大娘我的厉害！陈梅，放下我的手机！我就不放！今天老娘就让你知道想打老娘的下场！陈梅，这玩意儿摔坏了，你可赔不起！哟，李永春，没想到你挺在乎这玩意儿。既然如此，我更不可能把它给你。陈梅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劝你善良。哟呵，没想到你还有狗急跳墙的时候。好啊，那我就当着你的面把它摔个稀巴烂。好呀，你想摔就摔吧，反正这玩意儿是城里曹大老板交给我保管的，你这一摔，恐怕要赔给他是打一辈子的工了。李永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跟子豪都看着呢，这东西被你摔坏了，自然要你赔。况且我烦你都快烦死了，你把赔给老板去打10年的工，离开了这个家，我也眼不见心不烦。哼，李永春，我偏不让你得意，我就不摔。摔呀，你怎么不摔了？我正愁没办法把你赶出家门呢。哼，我就不摔。陈梅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再敢动我的手机，我饶不了你！哼！呸！又蠢又坏。子豪，真是好样的！这几天妈妈要出一趟远门，你在家里一定要照顾好弟弟。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孩子。这几次来回穿梭，多亏了你啊，手机爹！我这一次回来，一定要把最优良的麦种带回去。这几次来回穿梭，多亏了你啊，手机爹！我这一次回来，必须要把优良麦种带回去。霍总，您要的1000斤优选麦种已经准备好了。你确定这些种子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让它收成翻倍？这已经是全市最好的麦种了，要是这都入不了您的法眼，恐怕
就没有更好的？那我要的100斤火鸡面调料，还有这些米面油，什么时候能到货？莫总，你明天到底是怎么了？又要麦种，又要调料，又要米面油，还有您这身穿着，怎么看着跟平时不太一样呢？你懂什么？我这是农村复古风。还有，我要这些东西是为了工作，你可别乱说。哦，明白。那你下去准备一下吧，务必保证这些物资2天内送到。是，我现在去。有了这些优良麦种，收成差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趁这2天，我也好好享受我的豪华大床，顺便给手机爹充满电。你是说这些麦种都是你从城里运回来的？不止呀，我还带回了100袋火鸡面调料，还有一些米面油，我已经让村长分发给村民们了。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？永春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放心吧，谁能奈何得了我呀？我已经叫村长开垦出一块地当实业田，等麦子成熟了，咱们再把优良麦种收集起来。这样的话，以后村民们每年都有优良麦子种啦。永川，你也太厉害了！老娘我在现代可是白手起家的创一代，这一点手段还不就是过家家？你为这个家也付出了那么多，而我却什么都帮不了你，我是不是太没用了？谁说你没用了？你最大的作用就是站在我的面前让我安心。哎，小心孩子进来。小别胜新婚，咱们已经2天没见了。今天晚上早点睡，让我开心开心。好。美女啊，我听说这些麦种是李永春分给村民的，要是我们全部拿走的话，是不是不太好？这些粮食是杨家1年的收成，要是全部拿走，是不是太缺德了？你现在要是再不，一会儿等他母夜叉醒了，可就想搬都搬不走。反正现在夜深人静，咱们把这1000斤麦种和粮食搬到咱们家。我看那个李永春年轻怎么给村长做活泼交代，到时候再给他安一个监守自盗的罪名，把他赶走。我再把这些粮食高价卖给村民，到时候咱们娘俩可就发财了。你给我的1000元和米面我已经分给全部村民了，幸亏有你，他们才可以度过此劫啊。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关键的是我此次进城带回了最优良的麦种。你说你真的带回了可以收成3倍的优良麦种？我还能骗你吗，村长？你真是活菩萨转世啊！我替全体村民谢谢你。哎，村长，您太客气了。达则接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如今我刘永春有了一点成就，帮扶群众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出生好福气啊，娶了这么一个有觉悟、有思想的好老婆。村长，不瞒您说，我这辈子啊，能娶到永春这样的女人，是我最大的幸福。真是有点成色就翘尾巴，有钱不想着孝敬婆婆，竟接几批外人来了。西屋的麦种早就被我连夜搬回娘家了。李永春，我看你一会儿嘚瑟什么？咱们去看看永春换来的新麦种吧。好。哟，什么情况？我的麦子怎么都不见了？怎么回事啊，李永春？你不是答应过村长要给村民们发麦种，怎么现在什么都没有？现在非但麦种没有了，连咱家新打的粮食也都没有了。我的老天爷爷，这是要饿死我们全家呀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你个李永春，一定是你偷搬走咱们家的粮食。说你发给村民们的米面油，是不是用咱家的粮食换的？什么？竟然把咱家的粮食换成米面分给外人！李永春，我看你当时想当好人想当疯了。够了，不许你们这样说永春。我可是你大嫂。个傻小子，现在还护着这个疯婆娘，他是想用咱家的粮食当好人，这是想要饿死咱们全家呀！
永春他就不是这样的人，我无条件的相信他。以前是我无能，但是现在以后，我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。好样的，这才是我老公。哼，那我问你，为何现在家里的粮食非但没有了，你口口声声说的麦种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？像你这种欺骗群众、居心叵测的女人，就应该赶出叶家。好，那我们带着孩子一起走。到底是谁要走，还说不定呢。想赶我出叶家，老娘我在哪里都能混得风生水起。可是没了我，你们老叶家还能不能吃饱饭还不一定呢。哎呀妈，你看他偷了咱们全家人的粮食，还口出狂言。不过要我说呀，永春说的也对，我们全家还要靠他给咱们摆摊呢。陈梅，我看你就是想赶我走，然后再心安理得的霸占我的麦种和咱家1年的收成。你李永春，你血口喷人，我才没有偷你的麦种。够了，永春是咱们全村的大恩人，如果你们想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永春，如果你有什么难事，不妨就直说吧。村长，谢谢你给我撑腰。大家都说患难见真情，果然没错。永春，就算我不给你撑腰，咱们全村每家每户的村民也不会不便中间害了他们的恩人的。既然如此，秋生，我们过一会儿就带村长去看看我从城里带回来的麦种吧。好。什么麦种？我就知道我的儿媳妇聪明绝顶，一定不会吃哑巴亏。村长，有了这些麦种，来年村民们的收成就有保障了。好啊，好啊，真是老天爷保佑，老天爷保佑啊！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会对麦种打歪心思，所以提前把麦种换成了煤渣，把真正的麦种都藏了起来。什么？李永春，你敢耍我？怎么？你这么说就是你承认了？承认是你连夜偷走了麦种？我没有。既然麦种已经被换成煤渣了，那昨天晚上小偷来的仓促，这地上肯定会留下痕迹。只要我们顺着痕迹找，一定能把这个小偷找出来。对啊，我们一定要抓住小偷，让大家看看是谁心思这么歹毒，连大家伙的麦种都要偷。这种只顾自己利益、罔顾他人、死活的毒瘤，按照村规，要把他逐出村子。什么？逐出村子？怎么？现在知道怕了？我才没有可怕的，我又没偷麦种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好啊，我已经叫子豪顺着煤渣的地方去找了，相信很快他就能回来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妈，我找到小偷咱们麦种的人了。妈，我找到小偷咱们麦种的人了。那些煤渣消失的痕迹，就是在陈家门口消失的。你胡说，我又没偷麦种，煤渣怎么可能在我娘家断开？你到底偷还是没偷？去你娘家一搜不就知道了？你们有什么理由去我家搜查？你们这是私闯民宅。好啊，说永春没有权利，那我总有这个权利了吧？你们这是合伙起来欺负我？欺负是你自己不仁，可就别怪我不义。大嫂，如果是你偷的，就赶紧承认吧。万一这个东西从你娘家搜出来，你的名声可就不保了。你信口胡诌，我没有。陈梅，你还死鸭子嘴硬是吧？走，去陈婆子家收。永春呀，我错了，你就饶我这一回吧。我说秋生嫂子，你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我妈年纪大了，你们这么大阵仗过去，会吓坏她老人家的。你现在知道你妈年纪大了，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你妈年纪大了？陈梅，我是好话说尽，可你却是恶事做绝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再给你机会了。永春啊，我年轻守寡，这么多年在咱们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就饶我这一次吧。我饶了你，只会放纵了你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去老家开垦荒地，什么时候开垦完，什么时候再回来。什么？那地方早就不是人住的了。李永春，你心也太狠了，我不去。不去可以啊，那我就让村长告诉大家，你偷了大家的麦苗，看你还能不能在这个村里待。等等，李永春，你这样还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啊？那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？我去行了吧？我秋生嫂子，你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村长，时不我待，快把村民们叫过来分发麦种吧。好。
咏春呀，多亏了有你，我们现在跟着你擀面，也是让家里过上好日子了呢。要不是因为咏春为我们引进了麦种，还教我们麦秆还田、改良土地，我们的庄稼怎么能大丰收呢？两位大嫂言重了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妈，我们放学回来了。妈，你看，这是老师今天发给我的3好学生奖状。真乖。妈，老师今天还夸我写字好看。你也乖，你们两个乖乖进屋去，晚上我给你做红烧肉吃。好。看来李咏春的命运是彻底被我改变了。原来心中的爱真的可以改变一切。咏春，